沙巴雅比小众旅游景点，私人海岛露营，有免费桨板和滑皮艇，还包早中晚下午茶，晚上在码头钓鱼。等下告诉你这是在哪里。欢迎回到99的沙巴漫游频道。那我现在是在沙巴附近的一个小岛上面，一座私人的岛屿。那这个岛呢，离陆地大概开船15分钟，其实是一个很近的岛。就是你刚刚开船没多久就到了。它的名字叫珊瑚岛。这个小岛上面呢，有很多工作人员，也是可以对外接游客的，只不过就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岛，所以呢，就造成了跟我们一起来的只有另外一对 couple， 感觉是像从香港来的。这个岛就感觉是被我们包下来了，它有好几个像这种 camping 的帐篷。可能我觉得应该有10几20个吧，那每个里面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有一个双人床，那后面还有一个 bunk bed， 就是上下铺。那它洗澡跟上厕所的地方呢，我觉得都能够达到4星酒店的级别。它还给你配了一个吹风筒，这是连吹风机都给你准备好的5星 camping， 还有水。有冰箱，有淋浴，有厕所，还有厕纸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，太爽了。那我们刚刚是坐船出去珊瑚的地方浮潜了，有珊瑚的地方，然后看到了好多热带的鱼，可惜我们没有带防水的摄像设备，那就没有办法给大家看了，里面有好多。那在这个岛上的浮潜呢，是要出海，出到一个就是离岸有一定距离的，就是在海中央的珊瑚区。那这个珊瑚区你下去之后呢，就看到各种各样的鱼，真的是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有尼莫，就是小丑鱼，然后还有那种鹰嘴鱼，五颜六色的，还有尖尖的那个海螺，还有圆圆的海螺。我们其实还看到了水母，很大一坨，就是我真的是感觉是这么大一坨的水母，它就在我的大概这个位置。潜水小哥就跟我说，你千万不要碰它，千万不要碰，因为可能会蛰到你，会疼哦。然后他就拿他的那个就是 flipper， 就是他的那个脚掌啊，然后他一直戳那个水母，然后把它戳得很远，一上来的就说千万不要碰啊，不要碰啊，在水里面不要碰啊，肯定是很疼哎。这个岛上的活动还蛮多的，而且呢，它好就好在说，这吃的特别好吃，好像是有个华人的大厨啊。然后我们就刚刚吃完之后，就觉得说，这人生实在是不要太美好了，在这边过的。因为我觉得在沙巴这边的人民呢，第一个都不用担心孩子的教育，这政府提供的是免费的，然后也不用担心医疗，政府提供的就1块钱。那再不用担心的就是住宿，你想想，就是找个岛，一块阴凉地方就可以躺着睡觉，非常舒服，就不像那种就又湿又热的感觉吧，它是有海风的。我觉得这边人民唯一专注的地方啊，因为已经没有其他的压力了嘛，就真的是用心的在做食物。它的吃的真的是，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对食物的要求是真的很高。就不好吃的，如果是鱼不新鲜的话，听说就本地人都会投诉，因为他们吃惯了好吃的新鲜的鱼，如果你上一道不新鲜的，就比如说这个鱼是冷冻的，他就未必喜欢了。如果你是去一个卖活鱼的餐馆，然后餐馆上了一道冷冻鱼，这边的民众是吃得出来的，是会被投诉的。那如果老板不管的话呢，那就是以后没有客人的，或者呢就是只有游客去了。这边连早餐呢都非常的用心呢，又有米粉，又有三明治，又有 roti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呢，他还会给你准备 omelette， 只要你跟他说你要什么，他就会帮你弄。这边还有米粉，那早餐很丰盛啊。roti 加咖喱，还有 high tea。这个是什么？蔬菜包、鸡翅、蒜炒饭、玉米蛋花汤。石斑鱼吧，应该是。那是什么鱼？海鱼。海鱼啊！哇，
还有2个菜，哇，素菜菜炒蛋呢？哇，还有炒蛤蜊，我们那天晚上根本都吃不完。这边食物的丰盛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，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去过其他的海岛，那我们在美人鱼岛上面的吃的东西呢，是比起这边是差的蛮远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岛因为可能是私人岛屿吧，主打一个 camping， 所以我们本身对它的期望值就不是很高，因为 camping 一般来讲都是比较简陋的嘛。但是我们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它吃的东西居然能那么好吃。那我感觉搭帐篷的成本应该是比建一个 villa 要低的，所以它的钱呢都花在了厨师身上。我们第2天回程的时候呢，厨师是跟我们一起搭船的，然后宝爸就有问厨师说，我们是有特殊待遇吗？为什么伙食这么好？然后厨师说，不是啊，我们所有客人来都是同样的招待。我们当时都惊呆了。然后宝宝又问了一下这个厨师，他说他自己在新加坡有做过15年，然后也有去印尼工作过，所以呢经验丰富。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完岛之后有10样东西需要注意的事项吧。那第一个呢就是蚊子，如果你有小型的电蚊灯呢，记得带上，就是那种充电型的。虽然他们会提供蚊香，但是我觉得蚊香的力度有时候不一定够。那你蚊香呢，其实是可以拿进房间里面去的。我记得我上小学、中学的时候，我妈都给我备一堆蚊香在房间里嘛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如果你穿不惯拖鞋爬山的朋友，请带一双球鞋，因为这边呢有一座小山，它不高，非常矮，但是呢，你穿拖鞋去爬山真的会很痛苦。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啊。到了最后呢，我都有点一瘸一拐的，因为又是沙子又是石头，很硌脚。那为什么要爬山呢？就是因为你穿过了这座小山之后，你会看到一个私人海滩，非常的美丽。我觉得这辈子一定要来一次。那沙巴雅比呢，一直都是以最美日落闻名，这边也是超级美。你有看到它的海的颜色是翡翠绿色的。2个小孩都看呆了，一直不肯走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最好多带一套泳衣，因为我们浮潜完午餐之后是有时间休息的，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想洗个澡，把身上的海盐全部都洗掉。那到了傍晚的时候呢，4点钟其实可以出去滑滑桨板、划划船。那刚好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没有那么晒了，所以最好还是穿上泳衣过去。那你一天，如果小孩子不愿意穿湿的泳衣的话，那最好还是要多带一套泳衣。那第4个呢，就是衣服手洗一下，可以在外面晒干，但是下雨的时候记得收。虽然我们没有下雨，但是我能看到，如果下雨的话，这衣服会全部被淋湿。第2天的时候，衣服差不多是干的状态。第5个呢，就是没有 WiFi， 但是本地的电话卡有信号，本地的电话呢上网很快，所以如果要是来旅游的小伙伴，记得一定要在机场办一张卡，或者你是在mall里面见到那种能够办本地卡的，赶紧去办一张，而且最好是无限制的那种。因为我们有夏令营的家长来了之后呢，发现小孩在早上，在他不注意的情况下，就看视频把他的手机流量全部用完。然后大概率呢，跟大家说一下，这边酒店的 WiFi 也不是说特别好，这边的民宿短租房呢，大多数的 operators 他们也不会给你特别好的 WiFi， 所以我们曾经试过我们自己租的一家 Airbnb 啊，它上网的时间每天只有5分钟。那我之后会出一期 YouTube 视频，告诉大家哪一个酒店的 WiFi 特别好。那我自己呢是亲自跑去不同的酒店有试过的哈。那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Airbnb 短租房，其实 WiFi 还是不错的啦，但是它普遍的这个就不是说特别好，所以大家不要有太高的期待。那也有小伙伴分享，就是如果你要在国内买一张马来西亚的电话卡，它的上网的功能啊、速度啊都还不错。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进我们的群，加一下我的小助理，他会告诉你要买哪一个电话卡哈。哎，这狗直接自来熟哎。
都是这边人家养的狗，带了狗圈了。第6样呢，就是这边有很多友好的狗，是岛上居民养的。那怕狗的就不要来了，因为它没有拴住。那我们家的2个孩子都不怕狗啊，见到他们还要跟他们丢球或丢树枝或丢石头，但是不是丢到狗身上啊？因为我们之前是跟他们玩那个球 ，play fetch。那只黑狗超级通人性的。我不是买了一个 DJI Neo 吗？它是飞在半空上面的。然后呢，那只狗看到之后呢，就有要扑上去的意思。然后我立刻跟它说 no， 然后这只狗就停了。我再走，那只狗又要扑上去，然后我又反过来说个 no， 然后它就没有扑了。那第7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晚上有 bonfire 和钓鱼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不跟他要求的话呢，他是不会给你起火，也不会告诉你怎么去钓鱼的。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要求，你晚上还觉得不累的话呢，你可以问服务人员。这个时候我突然很想去买包棉花糖，然后插一只树枝在那边可以烤棉花糖，但好像岛上面没有，所以自带棉花糖吧，就可以弄一个烤棉花糖。这狗是自来熟啊，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狗了。上面能看到星星，但是拍不出来。晚上在 Jetty 呢，就可以让他们教你钓鱼。他们呢是非常有经验的。这个小哥说他们曾经钓上来鱿鱼，还有其他不同的海鱼。那我看着下面那些小鱼，我想说这还用钓吗？直接拿个网捞不就好了？弄一盘小炸鱼，这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啊！其实我们在那边大概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吧，钓上来2条鱼。那其中1条呢，就是那种小小的，然后叫做 Jackfish。你看它旁边其实有一些长长的鱼，那些鱼呢就是吃这些小鱼的。钓到1条哦，它哪上？我看看啊，哎呦 ，Is it big? Oh, it's quite big. 哇，是那个斗昌鱼哦，鲳鱼来的。呀，白鲳鱼。Back to the water. It's okay. Oh, baby shark. 哇，他们钓鱼的渔具呢，居然就是个塑料瓶子，而且还真的能够钓到不少鱼。海岛人民的物欲不高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生活可以很简单。我们在爬完小山，在私人海滩回来的路上呢，我在地上捡了一个大的果子，一个方形的大果子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就问了一下导游，导游说这个果子的果实是有毒的。他们用来做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他看到一条大鱼，然后他想要抓它，他就会把这个果子撒到海里，这个时候这个海里的鱼就会晕了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拿个网直接去捞，就会捞一堆鱼上来。那在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有毒的，我本来想着说拿回去给女儿好好的给切开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第8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水上活动，像划船啊、桨板啊，最好是学过，因为这边呢就是你自己拿，然后他也不是会教你的哦。我相信如果你问他，他一定会教你了。但是呢，宝爸他就是拿着个小船，直接就把2个孩子给送出海了。因为宝爸他是有学过潜水，而且各种水上运动从小玩到大，所以我就还算是放心的。然后就看着他们3个就划走了。那在岸上呢，有很多个滑皮艇，还有桨板，就是随便拿的，就是只要你想要玩，就是随你任意拿去玩。但是当然啦，如果刮风下雨啊，或者是晚上，我相信他还是不会给你拿出去玩了。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桨板呢是气不足的，所以我是不敢站上去。虽然我是第一次啊，但是我就觉得说怎么会那么软趴趴，不是一个硬的。所以我也不敢站起来，只能跪着。那我有问过专业人士啊，他说这个不是说是最好的桨板，它气不足的原因可能是怕被晒爆。那第9点呢，就是牙刷、牙膏要自己带。第10点就是做好防晒，因为这边的太阳还是很猛的。那在这边呢，还有一个 function room， 我们进去看的时候发现还有桌球啊、football 啊，还有教学的东西。就是如果你要有一些教学的活动的话，也是在这个岛上是可以做到的。这个岛其实给了我很多惊喜，因为我们本身的期望值就不高。
这是无人的小岛。我们约这个岛的唯一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孩子说想要 camping。那宝爸他想到的能 camping 的地方，然后又不用我们带很多东西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小岛了。哇，这个怎么那么美呢？实在太美了。这边的沙子好细哦。记不记得我们去槟城的时候，那个沙子很拉脚啊？然后现在这些沙子，你看细到根本看不出来，就是好像那种。It's like really smooth. 嗯哼，这里面全都是鱼啊！还有我们的小无人机。那我们只是订了1个晚上，第2天是早上11点钟离开。如果不要过夜的话，它这边也有 day trip， 也就是跳岛的行程，250马币1个人。它有包午餐、下午茶，还有浮潜活动，是9点出发，3点钟回程。我跟 manager 要到了一个很好的价钱给我的观众，在本期笔记里面找资料哈。我觉得我戴的这顶大黑帽子呢，简直就是太好用了。这顶帽子呢，是我去西马的时候跟你的杠精2位博主要过来的，牌子是蕉下 Benny Under， 很可惜这个牌子在沙巴没有分店。我觉得他们的东西都很好用，我的墨镜也是他们家的，可以折叠放在一个小包里戴在手上，但这个墨镜是我自己买的。这个私人小岛的性价比超高，一家4口1个晚上包早餐、午餐、下午茶、晚餐，还有这些所有的活动才1200马币全包。别再说雅比找不到好玩了，这些隐藏景点我会慢慢给大家出视频，所以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开启小铃铛。刚吃完，本来以为是要来这边荒岛求生，结果是来这边享受豪华人生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们在帐篷里面用的木地板是一个非常好的木头，叫做 Bullion Wood， 婆罗洲铁木，10年都不会坏。他们用的帐篷呢，是从荷兰进口的，也是能够扛的时间比较长。2025年的冬令营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，10天9晚，有帆船课，只有20个位置，是在1月14号到1月23号，已经有家长报名了。由于1月呢是雅比的旅游旺季，那2025年又比2024年的游客数量多了45%，必须要提前2个月报名才能确保有巴士。旅游旺季呢，一般导游都不够用啊，所以赶紧在下面链接里面找入群信息啦。如果你觉得帆船课运动量太大不适合你呢，也可以参加沙巴雅比这边的剑桥英语插班课。那每天孩子上课5小时，大人可以出去溜，信息也会放在下面的链接里面。令人记忆最深刻的旅游一般都不在商业旅游项目里。我前2天去了无国籍孩子的学校和村庄，才从心灵上面震撼了我。其实快乐并不需要有多少钱。去完那个村庄，我觉得抑郁的人说不定都能走出来。从一出生就没有身份的孩子们，无法获得最好的教育，也无法得到最基本的医疗，但是他们却拥有最真诚的笑容。等下集跟大家分享无国籍孩子的村庄。